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兴奋地宣布了自己怀孕的消息，却没想到婆婆端来了一碗烧过符纸的汤药。这孩子不能留，它会影响张唐未来住进大别墅的。她语气坚定地说。我拒绝喝下那碗药，转而向张唐求助，可她竟然和婆婆一起将我按在地上，强迫我喝下去。我奋力反抗，之后拼命催吐，才将那些符纸全部吐出。愤怒之下，我甚至报了警。婆婆见状，露出了害怕的神情。张唐也担心事情会闹大，恳求我原谅她。她解释说，自己正面临升职的压力，才信了婆婆的话。我本来选择了相信她，但好景不长，婆婆再次提起那个算命的话，说孩子会克制我们的财运。沉香草，你真是反了天了，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婆婆严厉地说。我试图解释，但她却不听。妈，其他事情我可以听你的，但唯独这件事不行。孩子已经3个月了，我都能听到他的胎心了。我的情绪有些激动，那是一个鲜活、健康的小生命啊，但他们却要我亲手扼杀他。3个月怎么了？以前计划生育的时候，8、9个月的孩子都能打掉。婆婆冷漠地说。可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我反驳道。有什么不同？你就是诚心的，想让我们家一直穷下去，想让我们一家子都挤在这个小房子里。婆婆的攀比心理有时真的让人无法理解。妈，四室一厅怎么了？你要是真有能耐，就自己买房啊，而不是用我的积蓄来买。我有些生气地说。婆婆听了这话，双眼瞪得大大的。你这是在骂我吗？她竟然嚎啕大哭起来。好啊，我就知道你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嫌弃我们是乡下来的，还埋怨我没给你们买房子。我没这个意思，我解释道。还说没有？沉香草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觉得我在无理取闹，我也懒得再跟他争辩，转身回了自己的卧室。婆婆在卧室门口又哭又闹，口中尽是污言秽语，令人不堪入耳。她的话语中无非是在贬低我，嘲笑我，倒贴张唐，仿佛我离开她就活不下去一般。晚上张唐归来，婆婆的哭闹声才渐渐平息。不知道张唐对她说了些什么，家中终于恢复了宁静。稍后，张唐敲开我的门，催促我去做饭。饭桌上，婆婆依旧不依不饶。她坚称我们没能住上大别墅都是因为这个孩子，甚至以死相逼，要求我们打掉孩子。面对婆婆的无理取闹，我内心只觉得好笑，而张唐，我的丈夫，却选择了沉默。妈，如果你想死，就请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别在我面前说这些。你说了这些，就代表你其实并不想死。我冷冷地回应她。她怎么可能舍得死呢？她还没住上大别墅呢。婆婆愤怒地摔下碗筷，对我指手画脚，仿佛我是她的佣人一般。沉香草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没教养了，这是你对长辈该有的态度吗？她斥责道。我在心里冷笑，你像个长辈吗？别的长辈都盼着儿子儿媳和睦相处，可你呢？我跟张唐出去吃饭，你要跟着；看电影你也要跟着，甚至在我们结婚后，你还和你儿子挤在一个卧室，而我作为张唐的妻子，却只能住在侧卧，这正常吗？张唐解释说，这是因为你太爱他，小时候他走丢过一次，所以你时刻都要跟他在一起。可是他已经长大了，已经结婚了。张唐曾承诺会与我协商解决这个问题，可这协商却持续了数月之久，直到我查出怀孕的消息。你放下狠话，沉香草，这个孩子必须打掉，就算你不同意也没用。
我们全家都不要这个灾星降临。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婆婆的无理取闹消磨殆尽，如今的我已经能够从容面对她的歇斯底里。她一直看我不顺眼，觉得我这个本科生根本配不上她研究生的儿子。对此，我只能无奈苦笑。哦，那妈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是准备捆着我去医院吗？不过，妈应该还没那么大的本事吧？毕竟医院不是你家开的。我挑衅地说道。婆婆见我态度坚决，更加愤怒。她自以为掌握着家庭大权，竟然把桌子都掀了。吃吃吃！我看你现在还吃？算命的说了，这个孩子跟我们无缘，八字相冲。你看，从你怀孕开始，家里就破财，先是保胎花了钱，后是张堂出车祸赔钱，这孩子就是来毁掉我家财运的。她大声嚷嚷着。公公被婆婆的气势吓得瑟瑟发抖，也跟着附和：对呀，香草，听你妈的话准没错。我觉得好笑，一家子竟然都捧着这么一个泼妇。妈，我保胎是因为不知道怀孕，你非要我去做刮痧火疗。张堂出车祸，那是他喝了酒，没伤筋动骨，已经是万幸。至于家里破财，妈，钱是你管的，为什么破财？这应该问你才是。我毫不客气地反驳道。你什么意思？婆婆装作委屈地别过头去，看向张堂。儿子，他这是觉得我不该管你的钱吗？觉得我才让家里破财的吗？我本以为张堂会站在我这边，毕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可他竟然来当说客，先安抚婆婆，然后又来劝我。老婆，孩子以后我们会有的，你要相信我妈。种种迹象显示，这孩子不能留。你忘了，之前我妈算出我会考上重点大学，你看，我不是真的考上了吗？我妈说我毕业之后会大富大贵，你看，我现在拿着高薪在养你。她振振有词地说道。养我？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我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愤怒。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了跟你结婚放弃了什么。我冷笑着指向外面狼藉的地板。你妈还说我是想服命，你看我现在享福了吗？明明婆婆制造了这么一地狼藉，可收拾烂摊子的是我。还有地上到处乱扔要洗的衣服，婆婆的内衣裤，公公的袜子，全部都指望我来洗。新婚几个月来积攒的委屈，这时候爆发，我忍不住抱怨起来。我像保姆一样伺候你们一家吃喝拉撒，你觉得我享福了吗？谁家儿媳妇帮婆婆手洗内衣裤了？她呢，生怕我不洗，一大早挂在我门口，还监督我用手洗，这是婆应该做的吗？张堂不高兴，觉得我对婆婆有意见。什么叫伺候？你自己不吃不喝吗？你平时不是自己洗内衣裤吗？多一条怎么了？顺手的事而已。再说了，你怎么没享福了？不用工作也有钱花，每日不就那么点家务活，我看没影响你养生美容。不顾家里的男人，永远都觉得家务事最轻松。张堂，你说这话没良心。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不是因为你我会放弃工作吗？是你口口声声求着我辞职，结果呢，我辞职了，你却跟你妈一起逼着我打掉孩子，我觉得可笑。张堂，你把我当作什么？没有利用价值就可以随便丢弃吗？当时结婚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你会负责的，结果呢？这就是你的负责。跟张堂同事，之前他是追我，但是也是君子之交。直到一个晚上，我跟他发生不同寻常关系，这是被人捅了出来，公司不准内部恋爱，最终为了他的事业，我辞职。男人的甜言蜜语真的信不得，当时我信了，他保证会补偿我，结果是让我在家做他们一家的保姆。张堂反感我说这话，好像
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让给他。这话我当你是气话，随便说说。香草，孩子必须打掉，这只是通知你。如果不想闹得太难看，我劝你听妈的话。我觉得可笑至极，孩子是我的，怎么？难不成你们还要压着我去医院吗？不好意思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这样我可以告你。张唐再次震惊我的话，你要告我？为了一个还没出生的灾星告我？好啊，原来在你心中我还不如他。我知道他故意这么说，想要我心软，可这是我的孩子。张唐见我依旧不松口，赌气离开了，而公公婆婆也责怪我不懂进退，一并搬到另外一套房子。当晚我一个人在家，手机上却收到了一段张唐跟婆婆商量如何拿掉我孩子的对话。婆婆声音冷漠，怪不得结了婚以后我们家财运一直没动，原来香草气运到头了。儿子，这样的女人对你事业没什么帮助，你得想清楚。张唐，不用想，妈，不就是离婚吗？能离得了吗？他现在有孩子了，万一拿孩子要挟怎么办？张唐狠了狠心，这事我来办。他喜欢食疗养生，这就是最好的突破口。你打算在他的茶水里放药？不行不行，他的茶水都是他自己来的，配方也是他自己配的，我都插不上手。你插不上，不代表我插不上。香草当初为了跟家里人断绝关系，现在我示好给他端茶倒水，他肯定乐意。你不是买了药吗？不是在想办法从哪里下手吗？没关系，我来。面对张唐毫无犹豫的选择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下。当初义无反顾放弃一切，连家都不要了，现在却自食恶果，自己也要被抛弃了。我拿出了手机，拨打了一个电话。你真的要离婚？听了我的话，手机一头有些吃惊。孩子和他，我选择孩子。湘琴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那边安慰说什么呢？姐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一时冲动跟爸闹翻。你看你爸的眼光什么时候差过？他当时说张唐算计你，结果你不信。当初的项目本来应该是你的，是他心存不良，带你喝酒才发生不该发生的事。偏偏那时候你跟爸爸闹了点矛盾，这一激发，你根本听不进去爸爸的话。你呀，那时候就是非要跟爸爸反着来。我承认湘琴说的对，若不是那晚跟张唐，再加上爸爸多番责备，我也不会冲动。不过幸好你没告诉张唐你是他老板的女儿，不然现在还不肯撕下面具继续坑蒙拐骗你。当初找对象就没打算靠这个身份，只是依旧遇到渣男。第二天我约了张唐，婆婆也跟着过来，还热情地送来自己煮的汤。香草，那天我们说话也冲了一点，好歹你是孩子妈，我也是做母亲的，事后想想也能体会你的心情。可你要知道，这个孩子牺牲不是没有价值，他的离开能让一个家庭生活得更好。趁着现在感情不深，你一定要做出好的选择。突来的殷勤没有鬼才怪。我没有喝，自从看了那段视频，下意识地觉得这汤有毒。我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我拿出离婚协议书。张唐，我们离婚。婆婆和张唐愣神看我，婆婆也不装了，将汤往旁边一扔，冷嘲热讽说：怎么觉得软磨硬泡没用，就用离婚来要挟我儿子吗？陈香草，你真觉得张唐离不开你吗？婆婆趾高气昂，别以为自己有点姿色了不起。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比你有姿色的人多了去。我们张唐不缺你一个，缺不缺那是我和张唐的事。妈，我特别好奇一件事。他们奇怪看着我，而我说出了一直以来憋着的话。
张唐他是没有嘴吗？从进门到现在，一直都是你在说话，怎么他是瘫痪了，不能动嘴，需要你试试帮他说话？还是你们母子连体，心意相通？那你让他娶什么老婆？你俩干脆一起过好了。婆婆听出我在骂她多管闲事，骂张唐是妈宝男，更气恼我说的话太难听，上来就甩了我一个巴掌。而张唐依旧冷眼看着，活该。当你说出这话的时候，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。我拎起包，并不反驳，也没有反击，这是我给他的最后尊重。好，我活该，那还请你签字。不是孬种的话，明天民政局见。张唐没说话，反倒是婆婆在后面闹着，见就见，你才是别当孬种，以为自己谁呢？我们张唐身边已经有千金小姐在追求他跟你离婚了，我们一家住上大别墅。我淡淡一笑，将口袋里的录音笔关掉。看吧，女人的直觉真的很准，一旦男人漠不关心你的时候，肯定有事发生。而张唐不就是有事了？一大早我就拿好了证件，在民政局门口等了。当张唐一家出现，看到我时，显然很意外。他们一直以为我离不开张唐，那是爱的时候，不爱了，谁还离不开谁呢？婆婆以为我会伤心欲绝，没想到脸色却意外的好。她嘲讽地说：“孕妇还化妆，人老珠黄了，再怎么化也没用。”我凑过去，距离她很近。婆婆没想到我这么做，心虚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没想做什么，只是让你看清楚，我没有化妆，只是离开你们一家心情好，气色也就好了。倒是妈，一夜未见，确实明显渐老。”婆婆气得脸都在抖，不是不明白，婆婆对我有很强的嫉妒心，总觉得自己儿子被我抢了，也总羡慕我皮肤状态好。好多次外人夸我，没有夸他的时候，他都会甩脸色。之前一直让着，现在离婚了，他给我面子，我会尊重，但是若是不给，那么我也不会委曲求全。曾经忍气吞声，是因为不想张唐难做人，现在看来，我为他考虑，他却从未为我考虑过。妈，别怪我说实话，到了你这个年纪，人也老得半截身子入土了，根本不适合化浓妆。你都不知道，你现在化这么妖里妖气的，一手提着包，一手挽着男人的手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身边的不是你儿子，而是你养的男人。张唐听出我的讽刺，冷嘲热讽：“沉香草，你是疯了吗？最近说话这么难听。不好意思，难听也是你们逼出来的。”所有的教养在面对张唐一家荡然无存。其实我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说话这么尖酸刻薄，可不这样的话，难道要等着他们逼我打掉孩子？女人一生难免遇到个渣男，而我遇到了，清醒了，所以呀，以后我只为我和孩子活。妈，你不是喜欢算命吗？正好，我昨天无聊，也找人算了命，说我跟你儿子八字不合，他克我，离婚之后我会容光焕发，越活越好。婆婆用算命来让我打掉孩子，那我就用算命来堵她的口。婆婆见不得别人说自己儿子不好，破口骂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哪个瞎了眼的这么算？我找他算账去。”好啊，名片给你，你去啊。我递过去，心知婆婆虚张声势。要知道，迷信的人最忌讳冲撞什么，不管是真假算命，她都不敢闹得太大。婆婆没敢接，却依旧拿出长辈的架子，说叫我就你这样的，离开我们张唐，就等着捡破烂吧。一个没工作，再带上一个孩子，我看谁要你。就算你有点姿色，可你别忘了，你跟张唐结过婚，谁会要一个被玩腻了，肚里还怀着别人种的女人？
早就习惯婆婆这张肮脏的嘴，就当她吐出的话是放屁。为你好，你当我在害你？发达了，住上别墅了，想生几个还不是你们说了算？目光短浅，就看眼前，根本看不到未来，活该你穷。我有些自嘲笑着，穷。说实话，到了你家之后，我才体会到这个字的含义，之前真没体验过。婆婆觉得我说大话，而我也懒得跟她解释，不争辩。我承认说，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可以进去领离婚证了吗？说了这么多话，发现我还执着离婚。婆婆掐着腰，进去就进去，事先说好，孩子跟我们张唐没关系。还有，你净身出户，我们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关系了？当初首套房子是我出钱买的，该我的就是我的，后面的2套房也是我低声下气求我身边的朋友借给我们才买的，那是我们夫妻共有财产。张唐听我这么说，冷着脸再次刷新我三观。沉香草，你想多了，你忘记之前我让你签署的文件了吗？后面2套房是我们赠与爸妈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至于第1套房，那些钱是从你账号转过来的吗？不是，是你转给我，我用卡来付的。张唐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多可笑。原来结婚前张唐就在算计我，签字的时候我都没看内容，谁能想到枕边人会这么骗我？张唐，你算计我，原来老早以前就打算好要跟我离婚了。这人压根没脸，一点心虚对不起都没有。没办法，未雨绸缪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好一个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张唐，你好狠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拿了离婚证，我放下狠话，可婆婆却气焰嚣张，恨不得跳起大神。好啊好啊，我们就等着看看谁后悔了。沉香草，乞讨大街的时候，我会多施舍点钱给你的。我流着泪，第一次觉得自己眼睛那么瞎。一个人走了很久，湘琴打来电话，姐，不是说起诉的吗？证据都有了，张唐出轨在先，你的录音就是证据。起诉他会净身出户。我一边哭一边笑，他本来就身无分文，房子那2套房根本不是他名字，他名下现有财产不过1万块钱。当张唐说出来的时候，我只想笑。分道扬镳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我眼瞎的被骗成这样。湘琴安慰我，姐算了，我们家也不缺这2套房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难受的不是缺不缺的问题，而是我的婚姻原来就是一个笑话。张唐自始至终防着我，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曾经向往的爱情，如今一文不值。当我一个人抱着膝盖在一边哭的时候，一辆加长的奔驰停在我面前，里面是跟我闹翻的父亲。他看到我哭，叹了口气，直接下了车。丫头，后悔了吗？当初为了张唐，你跟我断绝父女关系，现在呢，还认为爸爸在害你吗？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对不起爸爸。要知道，妈妈去世之后，爸爸真的是一边顾着公司，一边照顾我们，可谓含辛茹苦。而我却从不体谅他，一直觉得他不在乎我。爸，你都知道了，放心，不是湘琴那丫头说的，而是这几个月，我每天都会在你家附近转一圈，看着你买菜，看着你下来扔垃圾，看看你生活的好不好。好几次看到我的掌上明珠被人使唤，被人呼来喝去，我都想要冲上去，可我知道不能，因为那是你的选择，而我不能干预。爸，我完全没想到爸爸做了这些，心疼爸爸看到我那副狼狈的样子。傻丫头，你是我第1个孩子，当时是说了狠话，不管你，可做父亲的怎么可能不管孩子死活呢？我泪流不止，
第一次觉得自己真不孝顺，我像是小时候一样扑进爸爸怀里。爸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爸。回到家后，我成了家里的团宠。爸爸得知我怀孕，更是喜上眉梢。他已经规划好，等孩子出生要专职带娃，成功退休。湘琴更是帮我分担了许多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当初真的太傻，放着家里好日子不过，跑到张家做牛做马，没有做不完的家务，没有惹我厌烦的婆婆，没人说我养生美容不好。专注食疗的时候，爸爸和湘琴会很乐意地配合我，还会笑称吃了我配制的营养餐，年轻10岁。看着张唐转过来的1万元，我真觉得无语。他还自命不凡地发了信息过来，钱收到了吧？我说到做到，身家全部给你。呸！我稀罕吗？直接将张唐拉黑之后，他竟然用陌生手机打来电话。陈香草，你拉黑我？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他完全没有平日绅士的样子，冲着我大吼。我只觉得讽刺。我们离婚了，张唐，别让我觉得你现在贱得想要求复合。我直接连希望都没有给他。从你对我做了那么恶心的时候，我们之间最好不要见面，见了面我怕忍不住拿刀捅你。张唐硬着声音说，我只是作为前夫关心你一下，毕竟你无家可归，天冷了，我担心有一天会听到有人冻死在马路的事，而那个人恰好是你。放心，你没死之前，我死不了。现在的我快活着呢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内心一肚子气。偏偏手机又响起来，还是陌生号码。张唐这个疯子到底想做什么？刚接通电话，张唐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我说的话听不懂吗？是我，张唐现在的女朋友肖露。陈香草，我们谈谈。我看着面前身穿高定职业装的女人，本以为她是来耀武扬威，没想到她却拿出了曾经我的照片，以及我现在住的地方。张唐真的不关注你爷，都不知道你是他老板的女儿，嘴里说没有他你会过得很差，可他永远不知道，离开他的你早已经回归千金身份。我冷漠看着肖露，总觉得他笑里藏刀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是跟张唐说吗？那样你信不信他会恬不知耻地回头扒着我，而不是你？肖露很认可我的想法，直接点头。我信，毕竟他能跟我婚内找人，就是冲着我身份这层可以让他住别墅的千金头衔。知道你还来找我，还摆出这些，我是越发不懂这个女人，看得比谁都清楚，比任何人都活得清醒，却还做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。她盯着我的脸，眼中的打量让我很不舒服。如果只是给我这些，那好，我看到了。至于你想做什么，那跟我没关系。我站起来要走，他却喊住我，等等，沉香草，你不觉得自己越看越漂亮吗？这让我怎么回答？看我疑惑看着他，他拿出一份宣传单页，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参加东方美人的活动？我听说你对营养搭配这块很有研究，当然不参加也行，毕竟你的背后可是有整个易学网做撑腰。可是沉香草，你会回易学网吗？易学网是爸爸的公司，有他们在够了。我的回归只会导致负面影响，会被人说没能力，靠关系。而张唐也在那里，若是我出现，他出什么事，背地里都会有人说我捣鬼。毕竟我是被他离婚的女人，怎么样？考虑考虑。谁说竞品公司只有竞争的？说不准我们两家还能合作呢。这次活动就是契机。易学网资历深厚，是一个很好承载我们品牌的老网站，美容养生本就是一家，你说对吗？
看起来年轻，可说出的话却很老练。我有点怀疑，张唐真的能拿捏住这样的女人吗？所有的好话都被你说了，好像我要是不参加，就让你看不起了。他也很直接，的确看不起，更多的可能觉得眼瞎吧。好，拭目以待，静候佳音。活动通过网络海选，看了一下官网，竞争还是有的。湘琴听说我参加，很震惊，不是震惊我没有能力参加，而是张唐跳槽到了他们公司。湘琴说，张唐跳槽带走了我们一大批客户，另外还带走了这次我们拿下东方美人的代言方案。本来我们也参与这次活动竞标，但是方案被拿走，设计部正在赶其他方案，这样我参与就不用赶方案，后面直接公布我的身份就行，称得上是间接合作。对是对，但是姐，这次活动挺大的，还有张唐参与，万一他给你使绊子怎么办？我安慰他，没事，我有后台。张唐女朋友千方百计让我参加，怎么可能让我一开始就落选？我也想知道这两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好，你想参加就参加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老陈家都是你的靠山。不过我看了宣传，东方美人是这次的主题，我眼前浮现的就是姐你的样子。你本来就长得漂亮，而且专注养生、美容食疗，这不就是他们行走的代言人吗？我看过你用的材料，全是他们的品牌。虽然吧，你现在不能化妆，但这并不影响你内在美，反倒是现在的你看起来更慈爱了。或许是怀孕的缘故吧。湘琴抚摸着我没有隆起的肚子，宝宝，谁说你是灾星了？小姨觉得你是上天赐予的天使。我眼含热泪，听惯了张唐一家说孩子的不好，内心其实是忐忑的。现在听了湘琴这番话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后来在网络海选通过后，我开始连续1个月的塑身计划，线下活动场再次跟张唐见面，看他就跟陌生人一样，而他不顾外人眼光将我拉出去。你怎么出现在这里？还有，为什么瘦了？孩子你打掉了？我甩开他的手，我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里？有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参加活动吗？张唐沉着脸打量我良久，说，陈香草，你别是来闹事的。如果真的手中没钱，我可以再给你点赡养费。他哪里来的自信我非要他养了？别在这里，你知道的，有我在，你选不上。就知道张唐会这样说，可惜呀，他也只是打工的，说话还是要靠实力的。那就期待吧，反正我也不指望这个活动养活我。你拉扯期间，身后传来张唐女友肖露的声音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看过去，就见张唐女友跟一个男人往这边走过来，男人一脸冷漠，看着张唐有些敌意。张唐，我妹在这里，你在这里跟别的女人拉拉扯扯，是不是不合适？还是你们认识？她是我。张唐刚要说，而我打断，我们不认识。说完我就要走，而张唐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，还妄想伸手拉我。我避开张唐伸过来的手，看了眼肖露，说，避嫌懂吗？好不容易走到这里，怎么你想竹篮打水一场空？那我乐意配合。果然，张唐乖乖收回手，跟肖露一起过来的男人却拦住了我。他绅士，没有对待张唐的冷漠。你是入选的11号选手陈香草吧？很高兴认识你。我很意外，伸出手跟他握手，而他竟然不顾张唐难看的脸色，主动询问我对这次活动的看法，以及他对我的评价。我个人觉得陈小姐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，不知道有没有邀请陈小姐共进晚餐的机会。
这么带有暖媚的香腰，只怕傻子都看出什么意思。没有隐瞒，我说我离过婚，而且现在还怀着身孕。他满不在意。正好我也缺个孩子。我语塞求助看向萧路，我是他邀请过来的，遇到这种桃花，他理应插手，但是他却唯恐天下不乱一样，熟忍地挽着张唐的手臂提议：张唐，一起吧，难得哥哥主动邀请一个人吃饭。张唐很意外，却只能笑着说：好。就这样，4个人的修罗场在饭店展开。卫生间，我质问萧路：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他却一脸不气地靠近我：怎么样，我哥还行吧？当我嫂子怎么样？我差点一口水吐出来。你开玩笑的吗？他扯着可爱的嘴角：你不会还喜欢张唐吧？那就是个渣男。他不喜欢我，却很喜欢我的身份给他带来的好处。可他眼瞎，忘了最大的好处就在眼前。你们不是奔着结婚去的？他像是听了很大的笑话。结婚？不好意思，我更倾注于不影响我生活质量的婚姻。对于这么一个妈控家庭，我连玩都不想玩。那你还跟他交往？他神神秘秘靠近我。没办法，不想我哥一辈子单身，所以呀，你做我嫂子吧。沉香草，如果我说跟张唐交往是为了接近你，你信吗？虽然方法用错了，但是我让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。回去的路上我还有点迷茫，总觉得这事发展的有点离谱。湘琴听了，直说我魅力大，初次见面，身份直接从前妻要变成子，想必张唐要气死，也确实气死了。因为一路上张唐的脸难看得像吞了苍蝇。成功晋级之后，我更加专注在养身上，每日也注重和孩子之间的高质量沟通。只是在我前去签约之际，张唐突然冲出来说：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？为什么因为小小的你要下了我的职，还要提告我？我有些不知道，问：你在说什么？发疯了吧？是你在发疯。说：沉香草，你是不是看不得我过得好？所以是你吧？是你出卖我的。你故意参加这个活动，是想要我犯错，想要我露馅是吗？他抓着我，真的有点疯了。你怎么变得这么毒？说我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别忘了，我是孩子的爸爸。你难道要孩子以后知道他的妈妈多恶毒的要将他的爸爸送进监狱吗？我意识到问题可能很大，一双手突然抓住了张唐，用力地推开他，将我揽在怀中。放开你的手，张唐，你自己做的混账事，责怪无辜人干什么？你借着负责人身份接受学员送礼不假吧？难道这事是他让你做的？大概我明白了。所以张唐是私下收礼被发现了。张唐看着我在别人怀中，眼珠子几乎都瞪出来。沉香草，以色示人，其他学员知道吗？张唐，你别血口喷人。他笑得非常无耻。别说一见钟情，我还真不信。你一个被离婚的人，还怀着别人孩子的人，怎么就让一个许多女人想要嫁的大少爷动了心？所以呀，玩玩可以，但是长久。沉香草，你有点自知之，这话分明在说我不知廉耻。我气得很想上前扇张唐一耳光，却被人拦住。萧路的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很有担当地说：这是我来解决，毕竟我是参与者。我咬着唇，撇过头，就见他笑得很绅士地来到张唐面前，竟然跟我告白。确实不是一见钟情，确切地说是单相思。张唐，我呢，不爱玩，也不想玩，不过你提醒了我，想要长久，确实需要拿出点诚意。张唐，你不是喜欢我家半湾别墅吗？还怂恿我妹挪在你名下。不好意思，
那套别墅以后将是陈香草女士的名字。我用着惊异的眼光看着她，她却笑容满面。我呢，迟到过一次，被人捷足先登了，所以这次我会多主动一点。这个合同你拿着。她早有准备说，本来打算结果出来给你惊喜的，没想到惊喜没有，现在好像有点惊吓了。张唐有些懵逼，大喊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却拿出一个视频，里面是3个月前，我喝醉了，被张唐扶进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的号码牌是他从地上捡起来的，直接9号变成了6号，而张唐自己在外面呼呼大睡了。因为这件事，我以为跟张唐生米煮成熟饭，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跟张唐交往。你怎么有这个视频？因为我一直在寻找那晚跟我在一起的女孩。她看向我，目光灼灼。可惜我迟被人捷足先登，不过幸好来得及了。他又说出劲爆一事：张唐，你真觉得我没看中你有前途接近你？错了，他只是为了让香草看清楚你渣男本质。张唐气得要打肖路哥哥，结果却被他一下子制服。还有一件事忘记说了，香草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跟你们张家没有半分关系，所以想要打掉门都没有。萧迟，你胡说八道！张唐嘶吼着，显然不愿意承认。萧迟继续说，从那次醉酒后，你们有在一起过吗？没有吧？所以你说孩子是谁的？张唐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他像是想到什么一样，突然指着我说，孩子不是你的，他跟我结婚半年才有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是你的？结婚半年才有孩子很奇怪吗？我跟香草认识1年了，要不是你使诈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，何至于会让你这个小人得逞？萧迟的话让我很感动，可感动之余，我又觉得很对不起他，因为孩子真的不是他的。我拉了拉萧迟的衣角，小声地说，谢谢你，但是别这样说，对孩子不好。萧迟却紧握住我的手，给我力量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，所以心虚了是吗？张唐冷笑一声，陈香草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也会有今天。我告诉你，我过不好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说完，张唐就气冲冲地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别担心，有我在。萧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他给了我一个安定的眼神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萧迟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无论是去医院做产检，还是去参加活动，他都寸步不离。他的存在让我感到很安心，也很快乐。我渐渐地从张唐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开始期待和萧迟的未来。然而，张唐并没有就此罢休，他开始四处散播关于我和萧迟的谣言，试图破坏我们的关系。但是萧迟并不在意这些，他只是更加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用行动证明他对我的爱和承诺。渐渐的，那些谣言不攻自破，人们开始看到我和萧迟之间的真挚感情。后来，我决意前往那处别墅一探究竟。抵达后，我远远的就看到婆婆正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包，声泪俱下的与保安争执。我儿子明明说过，这栋别墅是我们的，我都已经住了1个月了，你们有什么权利赶我走？我就是不走，看你们能怎样？婆婆的声音充满了不甘和固执。保安面露难色，但仍然坚持原则。老太太，您这样未经允许就住进来是违法的，如果您不离开，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了。我本来是打算来归还房产的，但看到这一幕，我改变了主意。我缓缓走近，平静地插入他们的对话。这套别墅的主人是我，
婆婆震惊地转过身来，看到我后，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愣了一会儿，突然发出一声冷笑：“沉香草，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？这别墅就算是我儿子的，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也跟你没有关系了，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拿出房产合同，展示给保安看，因为我有这个。保安接过合同，仔细地看了一遍，然后恭敬地还给我：“小姐，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，我们会尽快处理这位女士未经允许进入私宅的问题。谢谢，请尽快处理。”我淡淡地说。随后几名保安上前劝说婆婆离开，婆婆依然吵闹着不愿走。无奈之下，保安只能报警求助。警察很快赶到现场，将婆婆带走进行进一步处理。几个月后，我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。萧驰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，给我无尽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给宝宝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萧乐，寓意着宝宝能够快乐成长，也寓意着我们的感情能够长久快乐。我看着窗外的阳光洒在萧驰和萧乐身上，感到无比满足和幸福。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